我老公顧淵有個奇怪的習慣，每天都要拿錄音筆記錄我的聲音。我一直以為這是他愛我愛到骨子裡的表現，直到剛才我在他反鎖的書房外，聽見另一個女人正在用和我一模一樣的聲音說話。我渾身冰涼，連呼吸都下意識屏住。走廊裡安靜的可怕，門縫底下透出一絲微弱的暖光，裡面傳來那個女人詭異的輕笑聲。那笑聲和我平時看電視時的笑聲分毫不差。顧淵，我今天模仿的像不像你的好太太？語氣還差一點，她高興的時候尾會微微上揚，帶點撒嬌的感覺。男人的聲音溫柔到了極點，卻讓我瞬間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那是我同床共枕半年的丈夫，他居然在我們的婚房裡藏了一個女人，每天半夜3更，一點一滴的教那個女人怎麼完美的成為我。我的腦海裡閃過無數個可怕的念頭，他到底想幹什麼？為什麼要塑造一個假的林夏出來？我死死咬住嘴唇，口腔裡泛起一絲鐵鏽味，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不去發抖。顧淵是江城有名的富商，半年前我們在國外的藝術展上相遇，他對我展開了猛烈的追求，各種細節拉滿的偏愛讓我徹底淪陷。我們迅速閃婚領證，所有人都羨慕我嫁給了愛情。現在看來，這根本就是一個早就鋪設好的陷阱。我名下有外公留給我的百億基金，只有在我死後，我的配偶才能無條件继承這筆巨款。如果他找個假貨頂替我，他連洗清嫌疑的步驟都省了。必須立刻離開這裡。我輕手輕腳地轉身，準備退回臥室鎖好門，腳下卻突然踩到了一顆裝飾珠子，摩擦聲在死寂的深夜裡被無限放大。書房裡的說話聲戛然而止，我的心臟瞬間狂跳起來，手心滲出的冷汗幾乎要滴在地毯上。門把手開始緩緩向下壓，發出令人發毛的金屬扭動聲。書房的門開了，顧淵穿着黑色的真絲睡衣，半張臉隱沒在走廊昏暗的陰影裡，鏡片後閃着冷光。老婆，大半夜的你怎麼站在我門外？他的目光冰冷刺骨，像一條鎖定獵物的毒蛇。我努力控制着面部肌肉，擠出一個和平時一樣的慵懶笑容。我起來喝水，看你書房燈亮着就過來看看。你還在忙嗎？顧淵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注視着我，突然朝我邁進了一步，高大的身軀帶來極強的壓迫感。他緩緩抬起手，冰冷的指尖碰到了我的脖颈。老婆，你撒謊的時候，眼神總是習慣往右看。冰冷的指尖貼在我的大動脈上，顧淵身上的木質香水味此刻聞起來極其刺鼻。我強忍住拍開他的衝動，故意打了個長長的哈欠，眼神迷茫地揉了揉眼睛。你看錯了吧？我困得眼睛都睜不開了。剛才是誰在和你說話呀？我裝作不經意地往他身後的門縫裡探頭。顧淵的手指微微一頓，原本緊繃的下頜線悄然放鬆下來。他順勢攬住我的肩膀，將門嚴嚴實實地擋在身後。是在開跨國視頻會議，國外分公司的女高管在匯報工作吵醒你了。他語氣裡的試探消失了，又恢復了平日裡那種讓人溺斃的溫柔。我順從地靠在他的胸口，聽着他沉穩有力的心跳聲，只覺得胃裡一陣翻江倒海的惡心。這個男人真是個天生的戲骨，如果不是我親耳聽到那個女人的笑聲，我絕對會被他這副深情的皮囊騙過去。沒有，就是太渴了，你陪我下去倒水好不好？我故意拉長了尾音撒嬌，這是他最吃的一套。顧淵笑着摸了摸我的頭髮，陪着我下樓喝了水，又看着我躺回床上閉上眼睛，才放心的轉身離開臥室。聽到房門落鎖的咔嗒聲，我在黑暗中猛地睜開雙眼，睡意全無，只有滿腔的憤怒和冰冷的防備，想拿走我的百億身家，還要讓我悄無聲息的消失。顧淵，既然你做初一，那就別怪我做15了。第二天一早，顧淵像往常一樣給我做了精緻的早餐，親吻了我的額頭後開車去了公司。他的車子剛駛出大門，我立刻叫來了江城最專業的安保團隊，花重金在別墅的各個死角裝上了微型針孔攝像頭，尤其是在書房的通風管道裡，我安插了最高清的夜視監控。我要看看那個藏在暗處的假貨到底長什麼樣。到了晚上，顧淵依然按時回家，吃過晚飯後借口要處理文件鑽進了書房。我獨自躺在臥室的沙發上，戴上藍牙耳機，點開了手機上的隱藏監控畫面。屏幕亮起的瞬間，我的頭皮猛地炸開，書房的書櫃後面竟然有一道暗門。暗門被推開，一個穿着跟我同款居家服的女人走了出來。當她轉過臉面對鏡頭時，我嚇得差點把手機扔出去，那張臉竟然跟我一模一樣。淵哥，我按照你說的，把左邊臉頰的這顆痣也點上了。屏幕裡的女人有着和我如出一轍的五官，連左邊臉頰那顆不起眼的淚痣都分毫不差。這根本不是什麼化妝技術，這是徹頭徹尾的整容。顧淵花了半年的時間，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一刀一刀雕刻出了另一個我。難怪他之前總是借口出差，難怪他總是對我的生活習慣問東問西，原來全都是在為這個替代品收集數據。監控畫面裡，顧淵滿意地端詳着女人的臉，伸手挑起她的下巴。很完美，再過1個星期就可以進行最後一步了。最後一步是讓我從這個世界上徹底蒸發嗎？我緊緊攥着拳頭，指甲深深嵌進肉裡，帶來一陣刺痛，恐懼如同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難以遏制的冷笑。顧淵以為自己算無一策，以為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吞掉我的全部財產，但他算錯了一點。我林夏從來都不是什麼任人宰割的獵物，我的100億身家不是靠運氣得來的，而是我在商場上殺伐果斷贏回來的。既然你想玩偷梁換柱的遊戲，那我就陪你玩把大的，我要讓你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全盤計劃崩潰，最後落個人财兩空的下場。第二天中午，我特意熬了一鍋補湯，裝進保溫盒裡，直接讓司機開車送我去了顧淵的公司大樓。前台看到我，立刻恭敬地彎腰打招呼。我沒有讓秘書通報，直接推開了總裁辦公室的門。辦公桌後的顧淵正低頭看着一份文件，聽到動靜抬起頭，眼底閃過一絲極難察覺的慌亂。老公，你最近工作太辛苦了，我特意給你燉了補湯。我將保溫盒放在桌上，繞到他身後，自然地伸手幫他按揉太陽穴，目光卻如刀鋒般掃過桌面上的文件。那是一份海外資產轉移協議書，受益人寫的赫然是我的名字，但簽字欄裡的字跡卻比我的真跡少了一分鋒芒。顧淵反手握住我的手腕，語氣中帶着一絲責怪：怎麼不在家好好休息，亂跑什麼？我在家太無聊了。我故意停頓了一下，反向握住他冰冷的手指。对了，老公，我剛才在樓下遇到一個很有趣的女人。低頭湊到他的耳邊，一字一句地開口。那個女人長得居然跟我一模一樣。我清楚地感覺到顧淵的身體在這一刻僵硬得像一塊石頭。顧淵的背部肌肉瞬間繃緊，連呼吸都停滯了2秒鐘。我甚至能感覺到他指尖的輕微顫抖，但他很快就將這股慌亂強壓了下去，嘴角扯出一個有些僵硬的弧度。老婆，你今天怎麼學會開玩笑了？這世上哪有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我退後半步，靜靜欣賞着他極力隱藏的恐懼，故作輕鬆地聳了聳肩，走到一旁的沙發上坐下。可能是我最近沒睡好，剛才在電梯口晃了一眼，還以為在照鏡子。顧淵明顯長舒了一口氣，端起桌上的保溫盒，開始掩飾性的大口喝湯。我站起身走向他的辦公桌，假裝幫他整理凌亂的桌面。我的指尖迅速劃過那份海外資產轉移協議，衣袖下的微型掃描探頭瞬間啟動，毫無聲息地將文件內容全部同步到了我的私人加密雲端。這份偽造的簽名文件就是他圖謀不軌的第一份鐵證。但我現在絕對不能打草驚蛇，我要把那個躲在暗處的假貨揪出來，讓他們2個一起把牢底坐穿。我漫不經心地掃向他的電腦屏幕，右下角的電子日曆上3天後的日期被標紅了，旁邊還有一個加密的備忘錄圖標。3天後正好是我們的結婚半周年紀念日。顧淵放下手裡的空碗，快步走過來擋住我的視線，順手將電腦屏幕合上。他從背後輕輕環住我的肩膀，語氣重新變得溫柔深情。本來想給你個驚喜的，3天後我們去租個遊艇出海，過2人世界好不好？去海上過2人世界。茫茫大海沒有監控，確實是個毀屍滅跡的好地方。等真正的我徹底消失，那個完美的替身就能拿着協議，名正言順地接手我的100億帝國。我強忍住心底翻湧的惡心，轉過身對他露出一個甜美的笑。好呀，那我這幾天可要好好挑幾套好看的裙子，你可得給我多拍幾張照片。顧淵笑着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眼神裡卻透着一絲令人不寒而栗的死氣。離開顧淵的公司後，我立刻撥通了海外私人律師的加密電話，讓他更改我名下所有隱形資產的安保級別。沒有我的視網膜和指靜脈雙重活體認證，誰也別想從我的賬戶裡花走1分錢。3天後的那場海上旅行，我倒要看看最後是誰送誰上路。接下來2天，我表現得像一個沉浸在幸福中的傻白甜，每天拉着顧淵試穿各種昂貴的度假裙。暗地裡，我已經讓我的私人安保主管老黑包下了3艘高性能隱形快艇。老黑是我外公生前留給我的死忠保鏢，他帶的團隊全是最頂尖的安保精英。我把顧淵預定的遊艇航線圖發給了老黑，讓他們在雷達盲區全程尾隨。出發前的那個晚上，我假裝睡熟，再次點開了書房的隱藏監控。
畫面裡，顧淵正在幫那個替身收拾行李，替身穿上了一套跟我明天準備穿的一模一樣的裙子，連手腕上戴的限量版手錶都完美复刻了。淵哥，明天在海上动手不会留下痕迹吧？放心，游艇的监控已经被我动了手脚，到时候就说是风浪太大，他自己失足落水的。他冷酷的語氣讓我後背發涼，這個同床共枕的男人竟然能把謀殺計劃說得像吃頓便飯一樣輕鬆。我看着屏幕裡那張和我相同的臉，心裡湧起一陣強烈的報復快感。你們想要我的命，那我就讓你們體驗一下什麼是真正的絕望。第二天一早，顧淵開車載着我來到了江城的高級私人碼頭，一艘豪華的白色3層遊艇停靠在岸邊，顧淵紳士地扶着我走上甲板。遊艇緩緩駛離了港口，向着一望無際的深海開去。海風吹拂着我的長髮，我看着岸邊的建築物越來越小，直到四周只剩下茫茫無際的藍色海水。這確實是一個叫天天不應的好地方。顧淵恐怕做夢都想不到，他自以為天衣無縫的完美殺局，在我眼裡不過是一場拙劣的猴戲。我早就看穿了他虛偽的皮囊。既然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攤牌，那我也沒必要再陪他演什麼恩愛夫妻了。顧淵端着2杯紅酒走了過來，遞給我其中一杯，他的眼神裡閃爍着掩飾不住的興奮。老婆，為我們的半週年。我看着酒杯裡晃動的紅色液體，沒有伸手去接，反而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的眼睛。顧淵，這杯酒裡不會加了什麼讓我渾身無力的好東西吧？顧淵舉着酒杯的手猛地一頓，臉上的笑容瞬間僵住了，眼底劃過一抹極度震驚的慌亂。甲板上的氣氛一下子降到了冰點，好戲就要正式開場了。海風在耳邊呼嘯，顧淵臉上的深情面具終於掛不住了。他慢慢收回了那杯紅酒，眼神變得陰狠毒辣，把手裡的紅酒杯狠狠砸在甲板上，崩雨碎裂的聲音清脆刺耳。幾個身材魁梧的私人打手從船艙底鑽了出來，將我團團圍住。他們手裡拿着黑色的扎帶和沉重的鐵塊，顯然是準備把我綁起來沉進海底。林夏，既然你都猜到了，那就乖乖簽字，我還能讓你走得痛快點。隨着他的話音落下，遊艇2層的船艙門被人推開，那個跟我長得一模一樣的女人走了出來。她穿着和我同款的度假長裙，親昵地挽住顧淵的胳膊。林大小姐，驚不驚喜？過了今天，你的100億身家就全是我的了。看着這滑稽的一幕，我忍不住輕笑出聲。我慢條斯理地走到甲板的躺椅上坐下，優雅地交疊起雙腿，連看都沒看那張偽造的資產轉移協議一眼，只是抬起手腕看了一眼特制的防爆機械表，時間剛剛好。我的錢哪怕是燒成灰，也輪不到你們這種垃圾來碰。話音剛落，四周的海面上突然爆發出震耳的引擎轟鈴聲，3艘黑色的高性能隱形快艇像幽靈一樣從雷達盲區殺出，瞬間將這艘遊艇死死包圍。幾十個訓練有素的黑衣私人保鏢動作整齊劃一地拋出抓鈎鎖定甲板，特制防爆網槍對準了顧淵和打手。安保主管老黑拿着喇叭大喊：老板，安保團隊已就位，請指示。顧淵臉上的得意瞬間凝固，面如死灰地看着周圍的快艇。那個替身更是嚇得雙腿一軟，直接癱坐在了冰冷的甲板上。我看着他們在甲板上瑟瑟發抖的狼狽模樣，嘴角的冷笑越來越深。這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惹怒我的下場，想要吞掉我的100億家產，你們也得有命花才行。海風呼嘯着捲起白色的浪花，3艘黑色快艇沉艇自行將顧淵的遊艇死死鎖在中央。幾十支黑洞洞的防爆網槍在陽光下泛着冰冷的金屬光澤。剛才還不可一世的顧淵，此刻就像一隻被踩住尾巴的耗子，臉上的肌肉不受控制的瘋狂抽搐。他花重金雇來的那些私人打手，全都被嚇得丟掉了手裡的鐵塊，高高舉起雙手蹲在甲板上瑟瑟發抖。你什麼時候？你早就知道了。他的聲音乾澀的像是在砂紙上摩擦過，眼鏡都歪到了一邊，那副精心維持的斯文敗類形象徹底崩塌。我慵懶地靠在真皮躺椅上，冷眼看着他這副喪家之犬的模樣，只覺得無比可笑。顧淵，你真以為我會蠢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給一個認識不到半年的男人？從你第一次拿錄音筆記錄我的聲音開始，我就在看你演戲了。那個和我長得一模一樣的替身女人，連滾帶爬地躲到顧淵身後，精緻的妝容被海風吹得一塌糊塗，那顆精心點上的淚痣顯得滑稽又可悲。她死死抓着顧淵的衣角，聲音顫抖地變了調：淵哥，你不是說她就是個沒腦子的千金大小姐嗎？现在怎麼辦？我們是不是要死在這裡了？死？那太便宜你們了。我緩緩站起身，走到顧淵面前，
居高臨下的看着他那張因為恐懼而扭曲的臉。你在海外轉移資產的偽造文件，我已經同步提交給了江城的經偵大隊。你涉嫌商業詐騙和故意謀殺的證據，現在就躺在治安署的辦公桌上，你下半輩子就在裡面好好反省吧。老黑帶着人迅速登船，动作利落的用特制防爆扎带将顧渊和替身捆了個結實。顧渊像一灘爛泥一樣癱倒在甲板上，雙眼空洞，嘴裡不停的喃喃自語。這場耗時半年的偷梁換柱大戲，終於在我的雷霆手段下徹底落幕。但他背後的那條大魚才剛剛浮出水面。遊艇被老黑的人直接接管，全速駛回江城的私人碼頭。岸上幾輛閃爍着紅藍警燈的治安署車輛已經等候多時，穿着筆挺制服的治安官們迅速上前，將顧淵和那個替身女人押上了車。顧淵路過我身邊時，突然發瘋般的掙扎起來，死死盯着我。林夏，你別得意的太早，就算我進去了，你也別想安穩，有人會替我收拾你的。治安官立刻將他按進車裡，車門重重關上，隔絕了他歇斯底里的咒罵聲。我冷冷地看着警車遠去。顧淵臨死前的反撲，印證了我心裡的那個猜測。憑他一個小小的暴發戶，怎麼可能調動得了海外那麼龐大的資金鏈？還有那個以假亂真的整容技術，背後絕對有一個手眼通天的神秘金主在支持他。老黑走到我身邊，遞給我一份剛剛攔截下來的加密通訊記錄。老板，顧淵被抓前，曾向一個境外虛擬號碼發送了求救信號，信號源被我們截獲，對方只回了4個字。我接過平板電腦，屏幕上赫然顯示着4個冷冰冰的字：廢物，棄子。看來我們的老朋友已經按捺不住了。我將平板電腦扔給老黑，轉身坐進防彈邁巴赫裡。車隊浩浩蕩蕩地駛向我在市中心的頂層公寓。剛回到公寓，我外公生前最信任的財務總監王叔就急匆匆地迎了上來，他滿頭大汗。大小姐，不好了，我們名下的幾家核心子公司的股票突然遭到不明資金的惡意做空，資金體量非常龐大，明顯是衝着吞併我們整個集團來的。動作真夠快的，顧淵前腳剛折進去，後腳就迫不及待的要強吃了。我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腳下車水馬龍的江城，繁華的夜景下，暗流洶湧。那個躲在幕後的黑手，以為除掉了顧淵這個明面上的棋子，就能輕鬆拿下我的100億帝國，簡直是痴人說夢。既然你們想玩資本遊戲，那我就陪你們玩到底。我轉身走到紅木辦公桌前，熟練地按下桌底的隱藏開關，背後的書櫃緩緩向兩側滑開，露出一個充滿高科技設備的秘密監控室。整整一面牆的超清顯示屏閃爍着幽藍的光，這是我外公留給我的最後底牌，江城地下最龐大的情報網絡和資金調動中心。王叔，通知所有核心高管，開啟1級金融防禦狀態，把備用資金池的口子全部打開。他們想做空，我們就給他們來個關門打狗。王叔擦了擦額頭的冷汗，眼神中重新燃起鬥志。明白，我馬上就去安排。屏幕上代表我們公司股票的紅綠線條劇烈跳動，對方的資金就像是一群餓狼，瘋狂地撕咬着我們的防線。老黑站在我身後，眉頭緊鎖。老板，对方的資金來源極其分散，像是一個龐大的跨國財團，要不要動用我們在海外的暗線？不用，海外的暗線留着有大魚，先查清楚他們的資金入口再。我倒要看看是誰在背後裝神弄鬼。我食指如飞地在鍵盤上敲擊，一行行複雜的代碼在屏幕上瘋狂滾動。幾分鐘後，鎖定了一個位於東南亞的離岸賬戶集群。這筆龐大資金的最終流向，居然都指向了一個代號為毒蛇的皮包公司。而這家公司的注冊法人，竟然是一個我早已認為死在5年前的故人。有意思，詐死埋名5年，現在換了個身份回來搶我的家產了。我盯着屏幕上那個熟悉的名字，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5年前，他因為挪用公款被我外公親自送進大牢，據說在獄中突發心臟病暴斃。沒想到這竟然是一招金蟬脫殼，現在他傍上了跨國財團，化身資本巨鱷回來復仇了。監控室的門突然被敲響，一個保鏢神色匆匆地走進來。老板，樓下安保系統報警，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強行突破了地下車庫的防線，正朝着我們這層再往衝過來。電梯樓層的數字瘋狂跳動，刺耳的紅色警報聲響徹整個頂層公寓。保鏢的話音剛落，
厚重的防爆大門傳來劇烈的撞擊聲，連帶着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燈都跟着晃動。對方顯然有備而來，這種強度的撞擊絕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但我依然穩穩地坐在紅木辦公桌後，甚至有閒心端起古瓷茶杯喝了一口熱茶。我早就知道那個死而復生的老朋友不会善罢甘休，這裡可是我外公生前打造的頂級安全屋。老黑，既然客人都到門口了，就開門迎客吧。老黑咧嘴一笑，抬手在操控台上輸入了一串紅色指令。砰的一聲巨響，堅不可摧的防爆大門竟然主動向两邊滑開，門外擠滿了30多個全副武裝的黑衣打手，他們戴着戰術面罩，手裡拎着重型破拆工具，像一群飢餓的野狗。為首的光頭壯漢愣了一秒，隨後狰狞地笑了起來，揮舞着手裡的鐵棍帶頭衝進大廳。可惜他的腳尖剛踏進客廳的羊毛地毯，老黑就已經按下了手裡的引爆键。大廳四周的隱藏音響瞬间爆發出高频次声波，伴隨着天花板上降下的高压電磁網，刺眼的藍色電弧在空氣中噼啪作響。衝在最前面的10幾個打手甚至沒來得及發出慘叫，就被一股排山倒海的氣浪直接掀飛出去，像斷線的風箏一樣重重地砸在走廊的牆壁上。堅硬的牆面瞬間被砸出大面積的皸裂，烟塵四起。剩下的打手全都被这恐怖的物理震盪嚇傻了，痛苦地捂着耳朵跪在地上，手裡的武器稀里哗啦掉了一地，完全喪失了戰鬥力。毒蛇就派了你们群蠢貨來送死，真是太讓我失望了。我緩緩站起身，高跟鞋踩在地面上發出清脆的回音，走到那個癱軟在地的光頭壯漢面前，居高臨下地看着他渾身抽搐的狼狽模樣。光頭壯漢狼狽地趴在地上，防爆面罩早就被氣浪震碎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看向我的眼神裡充滿了難以掩飾的驚恐。他顯然沒想到我一個女人竟然能有這麼狠辣的手段。我抬起腳，黑色的高跟鞋尖精準地踩在他撐着地面的手背上，微微用力碾壓。他疼得面孔扭曲，卻因為次聲波的餘威連慘叫都發不出來。給你組織打電話，告訴他，他的拆遷隊全軍覆沒了。光頭壯漢咬着牙死死撐着不肯開口。老黑冷哼一聲，走上前一把拎住他的衣領，從他懷裡搜出了一部黑色衛星電話，直接用他的指紋解鎖後遞給了我。我按下屏幕上唯一的一個快捷聯繫人，電話只響了一聲就被接通了。對方沒有說話，只有沉重的呼吸聲通過揚聲器傳遍了整個大廳。我走到全系投影儀前，將電話的視頻信號強行接入大屏幕，巨大的屏幕瞬間亮起，畫面裡出現了一個坐在輪椅上的男人背影。他緩緩轉過身，那張臉雖然比5年前多了幾道猙獰的傷疤，但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當年被我外公親手送進大牢的前任財務總監趙德海。林夏侄女，好久不見，你外公留給你的那些保鏢還真挺能幹的。他的聲音沙啞的像個破風箱，眼神像毒蛇一樣死死盯着我，帶着令人作嘔的貪婪和陰毒。詐死這招玩得不錯，可惜你今天派來的狗不太中用，連我一根頭髮都沒碰到。趙德海聽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靠在輪椅上放聲大笑起來，那笑聲在空曠的大廳裡顯得極其刺耳。幾個蠢貨而已，死了就死了。林夏，你現在看看你的股票賬戶，那才是真正的重頭戲。我冷笑一聲，完全沒有理會他的虛張聲勢。老黑將監控室的實時金融數據切換到主屏幕上，剛才被惡意做空的那幾隻核心股票，此刻的跌幅已經達到了驚人的30%，龐大的資金流像泄洪一樣流失。趙德海得意地摩挲着手裡的龍頭拐杖，以為自己已經勝券在握，但我卻輕輕打了個響指。外公當年留下的最終底牌，是時候亮出來了。主屏幕上的綠線猶如斷崖般下跌，趙德海在視頻那頭笑得整張臉都扭曲了。他以為用海量資金砸盤，就能瞬間擊穿我集團的防疫護城河，將我外公一輩子的心血低價吞併。可惜他永遠不知道我手裡握着什麼牌。我走到中控台前，輸入了只有我和外公才知道的10位終極密碼，並在瞳孔掃描儀上進行了視網膜確認。系統發出冰冷的機械女聲：天網防禦系統已激活，海外案堅持全面接入。王叔，把外公存在瑞士銀行的800億備用金全部砸進去，全面掃貨。一直守在操作台前的王叔興奮地按下了回車鍵，只是一瞬間，原本瘋狂下跌的股票曲線像是被一隻無形的巨手拖住，緊接着以極其恐怖的速度開始直線飆升，龐大的資金猶如海嘯一般，直接將趙德海投入的那些做空資金全部吞噬。視頻畫面裡，趙德海的笑聲戛然而止，他猛地從輪椅上直起身子，
臉上的得意瞬間變成了極度的恐慌，死死盯着他那邊的屏幕。不可能！你外公那个老東西哪裡來的这麼多錢？他气急敗壞地拍打着輪椅扶手，眼睜睜看着自己借來的幾百億槓桿資金，在短短5分鐘內被絞殺得一乾二淨，全部變成了我的囊中之物。我冷冷地看着他那副氣急敗壞的嘴臉，像在看一個小丑。趙德海，你貪了我家的錢，就該知道連本帶利吐出來的規矩。現在你的底牌打光了。不僅如此，就在剛才資金對沖的瞬間，我早就讓黑客團隊通過對方的資金流向和視頻信號，進行了雙重反向追蹤。屏幕旁邊的一個紅點在世界地圖上快速移動，最終死死鎖定在江城郊外的一座廢棄化工廠裡。原來這條毒蛇根本沒有躲在海外，而是悄悄潛伏在了我的眼皮子底下。老黑，叫上所有人，帶上重家伙，今天晚上我要親自去扒了這條蛇的皮。老黑捏了捏拳頭，骨骼發出咔咔的爆響，眼中閃爍着凌厲的寒芒。防爆大門外的走廊裡，上百名全副武裝的頂尖安保人員已經集結完畢，一場真正的獵殺時刻現在才剛剛開始。夜幕下的江城郊外冷風刺骨，廢棄的化工廠像一頭蟄伏在黑暗中的巨獸，散發着腐朽和危險的氣息。15輛黑色的防彈越野車悄無聲息地停在廠區外圍，引擎熄滅，連車燈都沒有開。我坐在車廂後排，冷眼看着平板電腦上紅外線無人機傳回的實時畫面。巨大的廠房2樓，有20幾個刺眼的紅點正在來回穿梭遊蕩，那是趙德海花重金雇來的海外私人安保團隊，個個都是手裡沾過血的狠角色。老闆，廠區入口布了判線和紅外線警報，如果直接強衝，肯定會打草驚蛇。不用強衝，把我們的高頻磁場干擾器打開，直接拔掉他們的眼睛和耳朵。老黑領命點點頭，對着衣領上的對講機打了個戰術手勢，幾架巴掌大小的隱形無人機如同幽靈般升空，悄無聲息地貼近2樓的百葉窗，只聽見幾聲極其輕微的電流爆裂聲，廠區內所有的監控探頭和電子警報器瞬間癱瘓，甚至連那些安保打手耳朵裡的通訊耳機也發出了刺耳的忙音。怎麼回事？通訊設備失靈了，有情況，全體馬上戒備。可惜他的反應還是太慢了。老黑帶着幾十個頂尖保鏢，如同黑色的潮水般湧入廢棄廠房，根本沒有給對方任何喘息的機會。特制的高壓防爆網槍接連發射，藍色的電弧在黑暗的廠房中頻頻閃爍。那些不可一世的海外打手甚至都沒來得及掏出武器，就被巨大的衝擊力狠狠撞在廢棄的鋼管上，牆壁震顫，灰塵簌簌落下。他們一個個渾身麻痹，像爛泥一樣癱倒在滿是機油的水泥地上，徹底失去了戰鬥力。我推開車門，踩着高跟鞋不緊不慢地走進這片狼藉的廠房，刺鼻的鐵鏽味在空氣中彌漫。前面的盡頭就是化工廠的核心主控室，厚重的鐵門半掩着，透出幽暗的燈光。趙德海那輛特制的輪椅正背對着大門，孤零零地停在巨大的操作台前。我推開主控室沉重的鐵門，高跟鞋踩在滿是鐵鏽的地板上，發出清脆的噠噠聲。趙德海慢慢轉過輪椅，那張布滿狡詐的臉在幽暗的燈光下顯得格外猙獰。他看着我走進來，臉上居然沒有半點被包圍的恐慌，反而露出了一抹極其詭異的冷笑。林夏侄女，你外公當年說你膽識過人，今天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居然真的敢一個人走進我的地盤。我掃了一眼四周，空蕩蕩的主控室裡除了他沒有別人，那些精密的金融操作設備還在閃爍着微光，屏幕上正是他剛剛被我爆倉的賬戶數據。我走到他面前5步的距離停下，居高臨下的看着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喪家之犬。你的僱傭兵已經全軍覆沒了，你的海外賬戶也被我徹底鎖死。趙德海，你還有什麼遺言要交代嗎？面對我的警告，趙德海突然發出一陣沙啞刺耳的狂笑，他枯瘦的手指猛地按下輪椅扶手上的一個紅色按鈕，轟隆幾聲巨響，主控室四周的牆壁上突然降下厚重的合金鋼板，將所有門窗封得死死的，整個空間瞬間變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鋼鐵牢籠，就連老黑和我帶來的保鏢都被死死擋在了門外。蠢貨！你以為我猜不到你會追蹤過來嗎？這間主控室就是為你準備的墳墓。外面的老黑瘋狂地砸着大門，沉悶的撞擊聲讓空氣都變得壓抑起來。趙德海指着頭頂上的巨型通風口，眼中閃爍着瘋狂的惡毒。
這是我花重金打造的絕對密室，3分鐘後，這裡面的氧氣就會被完全抽乾。我要你跪下來求我，把你的100億家產全部轉到我的名下，否則你就跟你那個死鬼外公一起下地獄吧。看着他那副胜券在握的狂妄嘴臉，我不僅沒有半點驚慌，反而慢條斯理地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優雅地交疊起雙腿，像看白痴一樣看着他。趙德海，你離開江城5年，是不是把腦子也留在海外了？你覺得我既然敢走進來，會沒有防備嗎？趙德海臉上的狂笑瞬間僵硬，他死死盯着我淡定從容的臉，似乎想從我的微表情裡找出一絲虛張聲勢的痕跡，但他徹底失望了。我只是抬起手腕，看了一眼那塊特制的防爆機械表，然後輕輕按下了表盤側面的一個隱蔽開關。你這套所謂的絕对密室系統，用的是海外10年前淘汰的陈旧代碼，在我眼裡，就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樣可笑。話音刚落，主控室角落裡一個不起眼的黑色手提箱突然亮起綠燈，那是我進門時隨手放在地上的信號解释器。緊接着，整個密室的控制面板爆出一陣劇烈的火花，原本正在瘋狂運轉的抽氧風扇瞬間停止了轉動，厚重的合金鋼板發出沉悶的機械齒輪聲，竟然緩緩向上升起，外面的新鮮空氣瞬間倒灌進來。老黑帶着人荷槍實彈地衝進房間，一把將趙德海從輪椅上粗暴地拽了下來，死死按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我的系統是最高級別的防火牆。他像一條瀕死的野狗一樣瘋狂掙扎，眼珠子都快瞪出了眼眶。我踩着高跟鞋走到他面前，冷冷地俯視着他狼狽不堪的模樣。你以為傍上了海外的財團就能回來耀武揚威？你不過是他們用來試探我底線的一顆探路石罷了。就在這時，趙德海掉在地上的黑色通訊器突然閃爍起來，一個經過加密處理的機械電子音在主控室裡回盪。趙德海，你太讓我們失望了，連一個女人都解決不掉，你不配繼續留在財團。聽到這個聲音，剛才還瘋狂掙扎的趙德海瞬間面如死灰，渾身抖得像篩糠一樣。老闆，求您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有底牌，我可以把林下的秘密都……他的話還沒說完，通訊器裡傳來一聲輕蔑的冷笑，隨後信號被單方面無情切斷，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如同催命的喪鐘。趙德海徹底崩潰，癱倒在地。我彎腰撿起那個通訊器，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看來江城的這灘水比我想象的還要深，不管躲在背後的毒蛇有多龐大，我都會把他們連根拔起。被主子無情拋棄的趙德海，此刻癱軟在滿是灰塵的水泥地上，他滿是橫肉的臉因為極度恐懼而徹底扭曲，再也沒有了剛才那種跋扈的氣焰。我冷冷地看着他這副可悲的模樣，隨手將那個已經被切斷信號的通訊器砸到他臉上，塑料外殼撞擊在他的額頭上，發出一聲悶響。這就是你搖尾乞憐換來的結局。現在你對我來說只剩下一個價值，告訴我那個財團明天在江城有什麼大動作。趙德海渾身猛地一哆嗦，死死咬緊牙關不肯開口，眼珠子在眼眶裡不停打轉。他知道一旦說出財團的核心機密，他背後的勢力絕對會饒不了他。老黑見狀冷哼一聲，直接走上前一步，厚重的戰術靴狠狠踩在他旁邊的金屬管道上，堅硬的鋼管瞬間凹陷下去一大塊，強烈的物理震盪讓趙德海慘叫出聲。別動手！我說，是海外的暗影財團，他們明天晚上要在江城公館舉辦一場絕密拍賣會，目的就是拉攏江城所有的商界大佬，聯合吞併你的集團。暗影財團胃口倒是不小，就憑他們也想吞下我林家的產業，簡直是不自量力。我居高臨下的看着他，老黑眼疾手快的從他的西裝內襯口袋裡搜出了一張燙金的純黑色邀請函，上面印着一個詭異的暗金毒蛇標誌，這顯然就是明天晚上那場拍賣會的入場券。我伸出2根手指夾過邀請函，隨意的在手裡把玩了一下。老黑，把這老家伙连夜打包送去治安署，把他5年前逃脫的卷宗，還有這次操縱股市的鐵證全部交上去，讓他在裡面好好安度晚年。老黑動作利落的用特制防爆扎帶把趙德海捆得結結實實，直接粗暴的拖出了廢棄廠房。趙德海連反抗的力氣都沒有了，只能發出絕望的嗚咽聲。夜風從殘破的窗戶裡灌進來，吹起我的衣裙下擺。我轉身走出這間散發着霉味的廢棄化工廠，
坐回防彈邁巴赫的車廂裡，看着手中那張黑色的邀請函。既然這群海外的資本匪徒敢明目張膽地把爪子伸進我的地盤，那我就在明天的拍賣會上給他們準備一份終生難忘的大禮。第二天傍晚，江城公館門前豪車雲集，整個江城有頭有臉的商界人物幾乎全都到齊了。這裡已經被暗影財團全部包場，四周站滿了穿着黑色西裝的海外私人安保人員，防守極其嚴密。一輛純黑色的防彈邁巴赫緩緩停在紅毯盡頭，老黑率先下車，恭敬地替我拉開車門。我踩着銀色的細高跟鞋穩穩落地，身上穿着一件剪裁極簡卻氣場十足的黑色風衣，手裡拿着那張燙金的毒蛇邀請函。剛準備邁步走上紅毯，一個極其囂張的聲音突然從旁邊傳了過來。這不是林大小姐嗎？你們林氏集團的股票昨天才遭遇大地震，你居然還有心情來參加晚宴，是不是來找新主子要飯？擋在我面前的是江城李家的二少爺李天明，他平時就是個游手好閒的纨绔子弟，現在顯然是已經倒戈向了暗影財團，自以為抱上了粗大腿，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向新主子表忠心。他身後跟着幾個壯碩的家族打手，滿臉嘲諷地看着我。四周的賓客紛紛停下腳步，準備看我的笑話。李天明，誰給你的膽子在我面前亂吠？你父親見了我都要客客氣氣的。李天明被我毫不留情的训斥激怒了，臉上的肥肉猛地一抖，竟然不知死活的伸手想要阻攔我的去路。你少在這裝腔作勢！今天這場拍賣會只招待暗影財團的貴賓，你這個馬上就要破產的女人，連進去的資格都沒有，趕緊給我滾！他的手還沒碰到我的衣角，老黑已經穩穩地擋在了我的身前，也沒有見老黑有什麼多餘的動作，只是肩膀微微一沉，一股強悍的物理气浪直接爆發開來。李天明整個人被一股極強的衝擊力掀起，直接倒飛出去5-6米遠，重重地砸在公館外圍的大理石羅馬柱上，柱子表面瞬間出現了幾道細密的裂紋。他疼得蜷縮在地上慘叫，連爬都爬不起來。周圍那些剛才還準備看好戲的賓客，瞬間嚇得倒吸一口涼氣，全都不自覺地往後退了好幾步，讓出了一條寬敞的通道。一個沒用的看門人而已。老黑，我們進去會會他背後的主人。是。我將手中的黑色邀請函隨意地扔在李天明的臉上，踩着高跟鞋從他身邊從容地走過，直接踏入江城公館金碧輝煌的大門。江城公馆的地下拍賣會場極其奢華，巨大的水晶吊燈灑下冰冷的光芒。我帶着老黑直接走到第一排最中間的至尊貴賓席坐下。這裡原本是給暗影財團的最高代表預留的位置，周圍的江城富商們看到我堂而皇之地坐在這裡，全都嚇得大氣都不敢出，紛紛低下頭不敢和我對視。我知道他們中間有很多人已經暗中投靠了海外勢力，今天我就是要給所有人敲響警鐘。拍賣場的金色大門緩緩拉開，個穿着銀灰色西裝的混血男人走了出來，他戴着一副無框眼鏡，眼神極其陰冷狠毒。這是暗影財團在江城的高級代理人，代號 K 先生。各位江城的朋友，歡迎來到暗影財團的專屬拍賣會。今天我們的第一件拍品是江城南區核心物流港的60%控股權，底價100億。全場一片死寂。誰都知道南區物流港是整個江城商業的咽喉，一旦被海外財團控制，江城所有的進出口貿易都要看他們的臉色。幾個已經被財團收買的商會會長立刻舉起了手中的號牌，準備配合 K 先生低價將這個核心資產收入囊中。我出110億。K 先生滿意地點了點頭，嘴角勾起一抹胜券在握的冷笑。我慵懶地靠在天鵝絨真皮座椅上，就在他準備落錘定音的時候，緩緩舉起了手中的競價牌。我出300億。江城的地盤什麼時候輪到你們這群外來的人來插手了？我的聲音不大，卻通過現場的擴音設備清晰地傳遍了每一個角落。整個拍賣會場瞬間炸開了鍋，300億的現金流，就算是江城排名前3的家族加起來也拿不出這麼多流動資金。K 先生臉上的假笑瞬間凝固了，他死死盯着我，鏡片後閃爍着極度危險的寒光。林大小姐，亂喊價可是要付出代價的。你現在的集團賬戶裡還能拿出300億的現金嗎？如果拿不出，今天你休想走出這扇大門。隨着他的話音落下，會場四周的10幾扇大門突然同時關閉，發出一陣沉悶的金屬囉嗦聲。上百名穿着黑色作戰服的財團私人保鏢從暗處湧了出來，手裡拿着特制的防爆高壓電棍，將整個拍賣會場圍得水泄不通。那些剛才還耀武揚威的商界大佬們全都嚇得瑟瑟發抖，紛紛抱頭蹲在座椅下面。就憑你們這些見不得光的匪土，讓看看我们帶了多少現金過來。我冷笑一聲，沒有絲毫退縮的意思。老黑直接將手裡的微型投影儀瞬間投射在拍賣會場巨大的屏幕上，一串串龐大到令人窒息的海外資金賬戶流水，徹底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巨大的全息投影屏幕上，一長串令人目眩的數字瘋狂滾動，
最終定格在一個堪稱恐怖的級別上。整整8000億的可用流動資金，就像一座無法逾越的泰山，狠狠砸在每一個江城富商的心頭上。剛才還在囂張叫價的幾個商會會長，此刻就像是被掐住脖子的鴨子，眼睛瞪得溜圓，連呼吸都忘了。他們引以為傲的全部身家加起來，在這個龐大的數字面前簡直就是個笑話。混血代理人的金絲眼鏡滑落到鼻尖上，他原本說的一絲不苟的大背頭此刻顯得滑稽無比，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瑞國銀行官方認證標識，手指止不住的剧烈顫抖。你外公那個老東西怎麼可能留下這麼多隱形資產？這些肯定是偽造的數字，你在虛張聲勢。是不是虛張声勢，你大可以现场查验。不過在此之前，我得先清理一下江城的门户。老黑将一份厚厚的文件袋递給我，我打開文件袋後緩緩的起身，站起來面向後面坐着的富商們。文件袋被拆開，裡面全是一份份蓋着紅章的股權轉讓書和債務買斷協議。我冷冷地掃過全場那些剛才還準備落井下石的商界大佬，目光如刀鋒般銳利。張會長，你名下建材集团的70億債務，昨天晚上已經被我全資買斷了。還有王老板，你的进出口公司現在最大的控股人是我，你們拿我的錢來拍我的地盤，算盤打得挺響啊。被點到名字的幾個富商雙腿一軟，直接撲通一聲跪倒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渾身抖得像筛糠一樣，面如死灰地爬向我的方向。大小姐，林大小姐饶命啊！都是這個暗影財團逼我們的，我們也是一時糊涂啊，求您給我們一條生路吧。我連看都懶得看這群牆頭草一眼，目光重新回到那個氣急敗壞的混血代理人身上。他眼看大勢已去，原本偽裝的紳士風度徹底撕裂，整張臉扭曲成了狰狞的惡鬼模樣。林夏，有錢又怎麼樣？今天這扇大門已經鎖死了，你就算有金山銀山，今天也得把命留在這裡。他猛地一揮手，周圍上百名穿着黑色作戰服的私人保鏢立刻舉起滋滋作響的高壓防爆棍，像一群餓狼般朝我撲了過來。整個會場的空氣瞬間降到了冰點，上百名凶神惡煞的財團保鏢同時發難，沉重的戰術靴踩在地板上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那些江城的富商們嚇得連滾帶爬地躲到角落裡，生怕被這場可怕的風暴波及。面對這排山倒海般的壓迫感，我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依舊穩穩地端坐在天鵝絨座椅上，把玩着手裡那張黑色的邀請函。老黑，我不喜歡別人站着跟我說話，太吵了。老黑咧開嘴，露出一抹殘酷的冷笑。他猛地踏前一步，猶如一尊不可撼動的黑色鐵塔擋在我身前。只見他從戰術背心裡掏出一個銀色的金屬圓柱體，毫不猶豫地重重砸在腳下的大理石地板上。一股肉眼可見的強悍電磁衝擊波以老黑為中心瞬間呈環形爆發開來，狂暴的氣浪如同12級颶風過境。衝在最前面的幾十個財團保鏢甚至沒來得及發出慘叫，就被這股恐怖的物理力量直接掀飛到了半空中。他們龐大的身軀像斷了線的破布娃娃，重重地砸在四周的承重柱和牆壁上，堅硬的牆面瞬間大面積皸裂，煙塵四起，華麗的水晶吊燈在這股震盪下紛紛炸裂，玻璃碎屑如同暴雨般傾瀉而下。僅僅是一個照面，暗影財團引以為傲的精銳打手就倒下了一大半，剩下的人被這非人類的衝擊力嚇得肝膽俱裂，手裡的防爆棍掉了一地，雙腿發軟的連連後退，再也沒有一個人敢上前一步。混血代理人被氣浪震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銀灰色的西裝沾滿了灰塵，嘴角溢出一絲狼狽的血跡。他驚恐萬分地看着猶如戰神般的老黑，又看了看毫髮無損的我。你到底帶了什麼怪物過來？你們林家怎麼會有這種級別的單兵防禦設備？我緩緩站起身，踩着高跟鞋穿過一地的狼藉，走到他面前，居高臨下地俯視着他。在我的地盤上擺鴻門宴，你確實勇氣可嘉，可惜你連做我對手的資格都沒有。混血代理人突然捂着胸口放聲大笑起來，那笑聲裡透着一股陰謀得逞的瘋狂。他吐出一口帶血的唾沫，死死地盯着我。林夏，你以為你贏定了嗎？你以為我們財團花這麼大代價只是為了一個物流港？你中計了，調虎離山，懂不懂？混血代理人的笑聲在殘破的拍賣會場裡回盪，像一隻垂死的夜梟。他掙扎着從地上爬起來，眼神裡充滿了瘋狂的快意。你把身邊最頂級的安保力量都帶到了這裡，你位於北郊的林氏核心數據中心現在就是一座空城，我們財團的王牌突擊隊已經打進去了，你外公留下的所有核心技術機密馬上就是我們的了。角落裡的那些富商們聽到這話，再次爆發出驚恐的竊竊私語。誰都知道北郊數據中心是林氏集團真正的心臟，一旦那裡的機密被竊取，
林氏集团就算有再多現金，也會瞬間崩盤。混血代理人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企圖從我臉上看到驚慌失措的表情。可惜他注定要失望了。我不僅沒有半點慌亂，反而憐憫地搖了搖頭，慢條斯理地從風衣口袋裡掏出一台超薄的平板電腦，隨手將屏幕轉向他。你說的王牌突擊隊，就是屏幕上這些像沒頭蒼蠅一樣的蠢貨嗎？混血代理人猛地瞪大眼睛，死死盯住屏幕上的實時監控畫面。畫面中，他的那支全副武裝的王牌突擊隊剛剛強行破拆進入數據中心的大門，還沒等他們高興，整個數據中心瞬間降下無數道高強度的激光防爆網，刺耳的高频次声波在封閉空間內瘋狂激盪。畫面裡根本沒有任何肉搏的場面，只有單方面的科技碾壓。那群號稱海外頂尖的突擊隊員，在次聲波的物理震盪下紛紛痛苦倒地，捂着耳朵全縮成一團，連核心機房的門把手都沒摸到，就被智能防禦系統徹底鎖死在了隔離區裡。全軍覆沒只用了不到3分鐘。混血代理人雙腿一軟，撲通一聲跪倒在滿是玻璃渣的地上，徹底陷入了絕望。不可能，這不可能！你怎麼會連這一步都算到了？因為這種只會用下三濫手段的資本立藏，腦子裡想什麼，我閉着眼睛都能猜到。就在這時，混血代理人掉在地上的黑色特制通訊器突然響了起來，屏幕上閃爍着一個猩紅的骷髏頭標誌，那是暗影財團最高首腦的專屬來電。整個會場瞬間陷入死一般的寂靜，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幕後黑手終於要親自下場了。我毫不猶豫地走上前，用高跟鞋尖踢開混血代理人顫抖的手，彎腰撿起了那個通訊器，直接按下了接聽鍵。喂，你的狗我已經幫你清理乾淨了，接下來該輪到你了。通訊器那頭陷入了長達5秒鐘的死寂，隨後傳來了一陣低沉且富有磁性的輕笑聲。這笑聲沒有氣急敗壞的憤怒，反而透着一種高高在上的戲謔，仿佛剛剛折損的幾百億資金和2支精銳小隊，對他來說只是一場不痛不癢的遊戲。林夏，你比你外公那個老骨幹有意思多了。剛才那點開胃菜，本來也只是為了測試你的底牌。用幾百億的現金和2支王牌小隊來當試金石，暗影財團的手筆還真是大得讓人少笑。不過，你這點試探的戲碼，在我看來實在太無聊了。我輕蔑地冷哼一聲，隨手拿起桌上一杯還沒有被氣浪震碎的紅酒，優雅地搖晃着酒杯裡猩紅的液體，眼神冰冷地盯着那枚閃爍的骷髏頭標誌。對方似乎並沒有被我的嘲諷激怒，聲音依舊平穩的像是一潭死水。你的資金儲備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但資本的遊戲可不只是比誰的錢多。你贏了這場拍賣會，卻輸掉了整個江城的根基。看看你身後那些富商的表情吧。我微微眯起眼睛，沒有回頭，但我能感覺到那些剛才還跪地求饒的商會會長們，此刻的眼神裡雖然還殘留着恐懼，卻多了一絲隱秘的狂熱。那是對龐大權力和更大利益的極度渴望。暗影財團能在短時間內滲透江城，絕對不只是靠砸錢那麼簡單。他們手裡一定掌握着能讓這些地頭蛇徹底倒戈的致命籌碼。明天太陽升起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引以為傲的百億帝國已經變成了一座孤島。我在海外等你，林大小姐。通訊器裡傳來冰冷的忙音，信號再次被單方面切斷。我面無表情地將那個特制通讯器捏在手心，微微用力，只聽見咔嚓一聲脆響，堅固的金屬外殼在我手中四分五裂，黑色的零件散落一地。想把我困成孤島，那我就把你們這片海給填平了。我轉過身，冷冽的目光掃過全場，那些剛才還在暗中盤算的富商們，接觸到我的眼神，再次嚇得像鵪鶉一樣縮回了腦袋。老黑大步走到我身邊，低聲匯報錯綜複雜的情報。老闆，剛才我們在攔截通訊信號的時候，發現江城有幾十個秘密賬戶正在同時向海外轉移資金，那些老家伙似乎真的打算徹底和我們撕破臉了。我冷笑一聲，踩着一地狼藉往會場外走去，背影在燈光下拉得修長。讓他們轉，不把這些吃裡扒外的蛀蟲全引出來，我怎麼能把江城的地盤洗得干干淨淨？夜色濃重，防彈邁巴赫平穩地行駛在江城寂靜的環城高架上。我靠在後排的真皮座椅上，閉目養神，平板電腦放在腿上，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紅點正在瘋狂閃烁，那是我讓黑客团队實時追蹤的江城各大財閥資金流向。就在這短短的半個小時內，江城超過70%的老牌企業已經完成了核心資產的海外轉移。暗影財團那通電話的威力，比我想象的還要深遠。老闆，這些老狐狸把資產轉移到了同一個海外離岸信託基金裡，那個基金的幕後控制人就是暗影財團。他們這是打算聯合起來，在明天的股市上對我們進行毀滅性的做空。這招釜底抽薪玩得確實漂亮，把江城的資本抽空，逼得林氏集團孤立無援。明天一開盤，一旦我們的股票遭遇恐慌性拋售，就算有8000億現金托底，也會元氣大傷。我緩緩睜開眼睛，眼中沒有絲毫慌亂，反而閃爍着獵人看到獵物落網時的興奮光芒。我外公當年在江城一手遮天，靠的絕不僅僅是雄厚的財力，更是他對人性的精準拿捏和那張看不見的情報網。這些人以為轉移了資產就能高枕無憂，簡直是愚不可及。老黑，把我們掌握的那些商會會長的黑料，連同他們海外賬戶的非法交易記錄，全部打包發送給江城治安署的經偵大队。我要讓他們今晚連覺都睡不安穩。老黑立刻掏出加密設備，食指飛快地操作着，嘴角勾起一抹殘忍的笑意。明白，這些資料一旦見光，這幫老家伙下半輩子就只能在裡面踩縫紉機了。就在這時，我的私人衛星電話突然響了起來，屏幕上顯示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亂碼號碼。我按下接聽鍵，還沒等我開口，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極其微弱，卻讓我瞬間如墜冰窟的聲音：夏夏，救我！那是我母親的聲音，可是她明明在10年前的一場意外中已經過世了，連葬禮都是我外公親自操辦的。我猛地坐直了身體，握着電話的手背上青筋暴起，呼吸在這一瞬間幾乎停滯。你是誰？你在哪裡？電話那頭沒有回答，只有沉重的呼吸聲和隱隱約約的電流雜音。緊接着，那個之前在拍賣會上出現過的神秘首腦的輕笑聲，如同毒蛇的信子般在耳邊響起。看來你的記憶力還不錯，連10年前的聲音都記得這麼清楚。如果想知道當年的真相，明天晚上一個人來南山公谷。電話被直接掛斷，車廂裡安靜的可怕，只有平板電腦上不斷跳動的數據聲在回響。我死死盯着那個已經變成亂碼的通話記錄，大腦在一瞬間飛速運轉。10年前那場帶走我母親的車禍，外公一直諱莫如深，所有的卷宗和調查結果都被徹底封存。我一直以為那只是一場意外，但現在看來，那根本就是一場蓄謀已久的陰謀。而暗影財團顯然就是隱藏在這場陰謀背後的黑手。老黑從後視鏡裡看到我冰冷的臉色，敏銳地察覺到了異樣。老闆，出什麼事了？立刻調動我們所有的情報網，查清楚10年前我母親出事的所有細節。不管用什麼方法，哪怕是把江城的地皮翻過來，也要給我挖出線索。我的聲音冷若冰霜，帶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威嚴。老黑渾身一震，立刻點頭領命。防彈邁巴赫在夜色中加速狂飆，猶如一頭憤怒的黑色猛獸，徑直駛向位於市中心的頂層安全屋。回到公寓，我徑直走進隱藏監控室，屏幕上的金融數據依舊在瘋狂閃爍，但我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心思去管那些跳梁小丑的做空把戲了。我母親的死才是他們敢在這個時候挑釁我的真正底牌。我打開外公生前留下的那個需要3重密碼才能解鎖的絕密保險箱，裡面除了一些泛黃的股權憑證，還有一份被塑封的嚴嚴實實的舊檔案袋。檔案袋上印着紅色的絕密字樣。當年外公把這個交給我的時候，再三叮囑我，不到林氏集團生死存亡的時刻絕对不能打開。我毫不猶豫地撕開封條，將裡面的文件抽了出來。第一張照片就讓我瞳孔猛地一縮，那是一張10年前的車禍現場照片。我母親乘坐的轎車被一輛重型卡車撞得面目全非，但照片的邊緣卻隱約拍到了一個站在暗處冷眼旁觀的黑色人影。那個人影的脖子上赫然紋着一個暗金色的毒蛇標誌。原來如此，10年前你們奪走了我的家人。我将照片狠狠拍在桌面上，骨節因為用力而泛白，眼底翻湧起滔天的怒火和徹骨的寒意。暗影財團以為用這個秘密就能拿捏我，就能讓我乖乖就範，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我不僅要護住林氏集團的100年基業，我還要把他們連根拔起，讓他們為10年前的血債付出慘痛的代價。老黑，備車，明天晚上我要親自去一趟南山公墓，讓他們準備好棺材。
夜幕降臨，南山公墓被籠罩在一片死寂的濃霧之中，冷風穿過林立的墓碑，發出陣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嗚咽聲。我踩着黑色的高跟鞋，獨自一人走在青石板鋪成的小路上，四周連一盞路燈都沒有，只有天空中慘白的月光勉強照亮前方的路。走到半山腰的空地上，前方突然亮起2盞刺眼的戰術探照燈，強光晃得人睜不開眼睛。一個戴着暗金色毒蛇面具的男人，大馬金刀地坐在一張太師椅上，他身後站着整整2排全副武裝的黑衣打手，手裡全都提着沉重的防暴棍，氣氛壓抑到了極點。我停下腳步，任由冷風吹起我的黑色風衣下摆，冷冷地看着这個裝神弄鬼的家伙。大半夜在墓地裡擺這麼大的陣仗，你就不怕驚動了底下的冤魂，半夜去找你索命嗎？面具男人發出一陣刺耳的冷笑，他抬起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按下了手裡的一個遙控器。旁邊的空地上突然亮起一塊巨大的全息投影屏幕，屏幕裡播放的竟然是我母親10年前被困在變形車廂裡的監控畫面。救救媽媽，我好疼。那個虛弱的聲音在空曠的墓地裡來回回盪，透着一股讓人頭皮發麻的詭異。但我卻在這聲音裡聽出了一絲極其細微的機械雜音。我瞬間就聯想到了顧淵當年用的那個錄音筆，眼神徹底降到了冰點。林夏，看到你母親死前的掙扎，你是不是心如刀絞？只要你在這些股權無償轉讓書上簽字，我就把當年車禍的真相完整的交給你。一份厚厚的文件被扔到了我腳下的青石板上，我根本沒有低頭看一眼，只是緩緩摘下臉上的黑色墨鏡，嘴角勾起一抹看穿一切的嘲諷弧度。用粗劣的技術合成的假音頻來跟我談條件，你們財團的手段還真是10年如一日的下作。聽到我的話，面具男人的身體明顯僵硬了一下，他顯然沒料到我竟然一眼就看穿了這拙劣的把戲。被我當面拆穿了底牌，面具男人的耐心徹底耗盡了。他猛地站起身，一把扯下臉上的毒蛇面具，露出一張布滿刀疤的凶狠臉龐。那是海外惡勢力裡赫赫有名的地下打手。敬酒不吃吃罰酒，既然你這麼聰明，那就去地下陪你那個短命的媽媽，給我動手，死活不論。他一聲令下，身後的幾十個黑衣打手立刻如狼似虎地朝我撲了過來，沉重的防暴棍在空氣中揮舞出刺耳的風聲。面對這群窮兇極惡的歹徒，我依舊站在原地，連一根手指都沒有動，只是輕輕打了個響指，清脆的響指聲在夜空中顯得格外清晰。下一秒，四周漆黑的樹林裡突然探出幾十道刺眼的紅色激光束，精準地鎖定了每一個黑衣打手的眉心。緊接着，震耳欲聾的引擎轟鳴聲從山下傳來，10幾輛重型全地形裝甲越野車如同鋼鐵巨獸般衝破濃霧，直接撞碎了墓地外圍的生鏽鐵柵欄，將這片空地團團包圍。車門同時打開，老黑帶着上百名全副武裝的林氏頂尖安保精英，猶如黑色的鋼鐵洪流般傾瀉而出。他們手裡端着最新型的電磁脈衝網槍，冰冷的槍口對準了包圍圈裡的所有人。老板，清理小隊已就位，請指示。剛才還囂張跋扈的黑衣打手們瞬間傻了眼，他們手裡的防暴棍在電磁脈衝武器面前，簡直就像是燒火棍一樣可笑。刀疤男不可置信地看着周圍憑空多出來的安保大軍，雙腿不受控制地開始發抖。你不是一個人來的，暗少明明說你只開了1輛車。我踩着高跟鞋向前邁出一步，居高臨下地看着這個自作聰明的蠢貨。江城是我的地盤，我想讓你們看到什麼，你們就只能看到什么。你真以為我會蠢到單刀赴會？被重重包圍的刀疤男眼看插翅難逃，突然發出一聲猶如困獸般的嘶吼，竟然從後腰掏出一把特制的重型高壓電擊槍。我跟你拼了，就算死我也要拉個電費的！狗急跳牆般的朝我猛衝過來，可惜他的速度在老黑面前慢得像是在放幻燈片。老黑冷哼一聲，龐大的身軀猛地向前一躍，根本不需要使用任何武器，只是簡單粗暴地飛起一腳，重重地踹在刀疤男的胸口上。伴隨着一聲沉悶的巨響，刀疤男整個人猶如出膛的炮彈般倒飛出去，狠狠砸在一塊巨大的無字石碑上。堅硬的石碑表面瞬間被撞出大片的蛛網狀裂紋，氣浪夾雜着煙塵四起。他嘴角溢出一縷觸目驚心的血跡，像一灘爛泥般癱軟在地上，徹底失去了行動能力。剩下的黑衣打手見頭目都被一招秒殺，嚇得紛紛丟掉手裡的武器，抱頭蹲在地上瑟瑟發抖，
老黑一揮手，安保队员们立刻上前将他們全部用防爆扎帶控制起來。整個戰鬥過程乾淨利落，連1分鐘都沒有超過。我漫不經心地走到刀疤男面前，用高跟鞋尖挑起他那張掉落在地的毒蛇面具。就憑你們這種雜魚，也配拿我母親的事兒來威脅我？說吧，你們財團今晚瘋狂轉移江城的資金，真正的海外資金池到底藏在哪裡？刀疤男雖然被震得七葷八素，但依然死死咬緊牙關。你休想從我嘴裡套出一個字！明天的股市一開盤，你們林氏集團就會徹底破產。看着他死鴨子嘴硬的模樣，我毫不意外地輕笑出聲，隨手將平板電腦扔到他面前，屏幕上顯示着一張錯綜複雜的海外資金流向圖。你以為我真的在乎你知不知道？你們那個所謂的隱秘離岸基金，早在半個小時前就被我的黑客團隊徹底攻破了。現在那筆錢姓林了。刀疤男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數據，眼睛瞪得幾乎要裂開。就在這時，他口袋裡的特制通訊器再次響起，那個神秘首腦氣急敗壞的咆哮聲從中傳了出來。刀疤男掉在地上的特制通訊器閃爍着紅光，裡面傳來那個神秘首腦氣急敗壞的咆哮，再也沒有了之前那種高高在上的細寫，聲音因為極度憤怒而變得扭曲沙啞。林夏，你到底用了什麼手段，居然敢黑進財團的核心資金池？你信不信我立刻讓你母親的秘密徹底銷毀？我冷笑一聲，踩着高跟鞋走過去，一腳將那個通訊器踢飛到半空中。老黑默契的抬手就是一槍，電磁脈衝瞬間將通訊器擊得粉碎。我根本不在乎他的無能狂怒，因為就在剛才通話的這短短10幾秒內，我的黑客團隊已經完成了最後的逆向追蹤。老黑快步走到我身邊，將平板電腦遞到我面前，屏幕上的追蹤紅點停止了跳動，最終死死鎖定在江城最豪華的雲端大廈頂層。老闆，信號源鎖定了，這條毒蛇根本不在海外，他一直躲在江州市中心看戲。燈下黑的把戲玩的倒是挺溜，既然他這麼喜歡居高臨下，那我就親自去把他從雲端上踹下來。我轉身走向防彈麥巴赫，黑色的風衣在夜風中獵獵作響。刀疤男和那些打手已經被全部用防爆扎帶捆死，扔在冰冷的墓地裡等待治安署的收編。車隊猶如離弦的暗夜利劍，在一陣震耳欲聾的引擎轟鳴聲中，直奔市中心的雲端大廈。車廂裡，我打開了那份剛才破解出來的絕密文件。10年前那場車禍的真相終於水落石出。當年我母親手裡掌握着林氏最核心的能源算法，暗影財團為了搶奪這項技術，人為製造了那場慘烈的意外。而那個躲在幕後的財團首腦，竟然是我外公當年資助過的一個白眼狼學生。他拿着林家的錢去海外發了家，反過頭來就要吃林家的肉，喝林家的血。我死死捏着手裡的文件，骨節泛白，眼底燃燒着足以焚毀一切的怒火。我要讓他知道惹怒我的下場有多慘烈。老黑，讓所有突擊小隊全速前進。今晚我要這座雲端大廈連一隻蒼蠅都飛不出去。雲端大廈頂層的奢華總裁辦公室內，巨大的落地窗前站着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他就是暗影財團在江城的最高首腦陳峰。此刻他正氣急敗壞地狂砸着辦公桌上的古董花瓶，名貴的瓷器碎裂一地。廢物，全都是廢物！你的資金池竟然被一個女人掏空了！直升機準備好了沒有？馬上撤離江城！他的私人保鏢隊長滿頭大汗地跑進來，聲音顫抖地變了調，臉上全都是極度恐慌的神色。老闆，走不掉了！大廈所有的出口都被林氏的安保封死了，連樓頂的停機坪都被無人機群佔領了。話音剛落，厚重的紅木雙開大門突然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巨響，一股極其強悍的物理氣浪猶如颶風般轟然湧來，幾百斤重的大門硬生生被震得脫離了門框，重重地砸在總裁辦公室的大理石地板上，牆壁四周瞬間蔓延開無數道細密的裂紋，煙塵四起。我踩着高跟鞋，從漫天的煙塵中不緊不慢地走進來。老黑帶着一群荷槍實彈的安保精英緊隨其後，冰冷的電磁防爆槍口瞬間鎖定了房間裡的所有人。陳峰，這麼急着走，是趕着去投胎嗎？你欠我們林家的血債，是不是該清算一下了？陳峰嚇得連連後退，直到後背死死貼在冰冷的落地窗玻璃上。他看着我那張冷若冰霜的臉，強裝鎮定地咽了一口唾沫。林夏，你別亂來！我手裡還有你們林氏集團的商業機密，你要是敢動我，明天我就讓林氏徹底身敗名裂。我看着他這副虛張聲勢的可笑模樣，就像在看一個跳梁小丑。我隨手將那份破解出來的車禍絕密文件扔到他腳下，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諷。你所謂的商業機密，就是10年前從我母親車裡偷走的那個半成品算法。只可惜，那不過是我外公故意放出去的廢紙罷了。
陳峰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雙腿一軟，差點癱倒在地。他引以為傲的底牌竟然毫無價值。陳峰呆滯地看着地上的文件，整個人如同被抽干了力氣一般。他精心筹劃了10年的復仇和掠夺，在這一刻徹底淪為了一場荒唐的笑話。他無法接受自己像個小丑一樣被耍了10年。不可能，這不可能！那個老東西怎麼可能算得這麼深？我不甘心，我要和你同歸於盡！他突然像瘋了一樣，猛地從辦公桌抽屜裡掏出一把特制的強光防爆槍，通紅的雙眼死死盯着我，毫不猶豫地扣動扳機。然而老黑的速度比他快了不知道多少倍，還沒等他槍口抬平，老黑龐大的身軀已經如同鬼魅般欺身而上，一記沉重的重擊精準地落在陳峰的后頸上，伴隨着一陣沉悶的撞擊聲，陳峰甚至連慘叫都沒來得及發出，整個人就像一灘爛泥般重重地癱倒在地，手中的武器也滑落到了一旁。同歸於盡，你這種陰溝裡的老鼠也配？我冷冷地跨過他癱軟的身體，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腳下這座繁華的城市。遠處已經傳來了刺耳的警笛聲，10幾輛閃爍着紅藍警燈的治安署車輛已經將整座雲端大廈圍得水泄不通。那些被財團收買的江城商界毒瘤，今晚一個都跑不掉。他們轉移資產的鐵證已經全部交給了有關部門。老黑快步走到我身後，低聲匯報着最後的戰果，語氣裡透着無法掩飾的激動。老板，治安署的人已經全面接管了現場，股市那邊也傳來了消息，我們的8萬億資金加上反殺財團的海外資金，明天一開盤，林氏集團的市值將翻3倍。很好，10年的血債，今天總算連本帶利收回來了。外公、媽媽，你們在天上看到了嗎？晨曦的第一缕陽光穿破雲層，灑在江城林立的高樓大廈上。這座城市終於迎來了久違的乾淨與清透。我端起桌上的一杯紅酒，將猩紅的液體緩緩灑在地毯上，祭奠那些逝去的親人。從今天起，江城只有一個規矩，那就是我林下的規矩。